是吗？你没逼他呀？在你眼里，陈冰冰就是一辆破丰田，但在某些人手里，她就是一辆顶配的 A186，是可以在秋名山上玩漂移的。你就是想告诉我，你就是他的藤原拓海呗？没错啊。这漫画都没少看。我就要让你看看，离开了你，陈冰冰遇到合适她的女人会变得多优秀。也得谢谢你，给我卷土重来的机会。唐大美，你坑死我得了。还有事儿吗？没事，我要吃早饭了。你卷什么土从什么来啊？你吃早餐，不许跟别人喝啊。被你逼得天天回家当暖男，给你做饭，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？今天如果银行不上门，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你是不是亲口答应过我？你说你不投了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他不能投，不能投，不能投。兄弟是兄弟，情义是情义，做生意是做生意。一个男人他失败之后本来就很自责、很自卑，他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安慰。你非但没安慰他，还责备他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，陈冰冰？你是要把你妈气死是吗？你妈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个房子已经被抵押，我怎么跟她说？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，陈冰冰？你干什么呀？那他不想跟你吵架，只能躲着你啊。跟你在一起之前，陈冰冰她开朗自信，你把一个阳光少年霍霍成这样，你不自责吗？你每天就特别疲惫，长辈们就忙着安慰你、埋怨他，你就是宇宙的中心啊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家里人也有自己的委屈可怜？别老想着家能为你做什么，你得好好想想，你能为这个家付出点什么。就是一辆破丰田，但在某些人手里，它就是一辆顶配的 A186，是可以在秋名山上玩漂移的。我就要让你看看，离开了你，陈冰冰遇到合适她的女人会变得多优秀。也得谢谢你，给我卷土重来的机会。小哥，小哥，谁呀？是谁？臭流氓！哎，分别回，是。你们知道有多吓人吗？那人来了可不是1天2天了，我跟老吕说了，他也不信。你们要是愿意提，你们就提，反正我是不愿再挨刺儿了。你咳嗽什么呀？就老李那脾气，不得说我造谣，然后无中生有吓唬大家呀？李经理一直教导我们不信谣不传谣，我们大家都把重心放在工作上，多给经理分担压力，知道吗？知道。经理来了，你是不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？经理，我真没产生幻觉，我也没看错。确实，我们也都看见了。
就那男的一直在黑暗处直勾勾的往酒店里看，我现在下班都不敢走正门。这样吧，你一会儿跟安保部也说一下这个事儿，不光是咱们进来进出这么多人，客人的安全也必须有保障才行。以后大家下班了都结伴一起回家。经理英明，走，吃饭去。好。这是年前柯蒂斯音乐学院给我发的邀请函。我本来有机会去深造的，我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，对我来说很有帮助的。结果，他抢先一步给我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古装剧，还是个网剧。大夏天的，我每天戴着头套，穿着古装，吊着威亚，在横店让人当猴耍。哎，大哥，柯蒂斯音乐学院啊，这是全球排名第1的音乐学院。你知道，对我们音乐人来说，这就是心中的殿堂啊！我相信他这么做肯定有他自己的理由。有理由。去年，我好不容易在网上抢到了 Bob Dylan 全球巡演的票，得去趟柏林。他知道了，直接给我把机票退了，逼着我去参加一个什么特别神奇的综艺，陪着张赫去民宿体验慢生活。我连张赫是谁我都不知道。他在综艺里还挺好玩的。我是个歌手，我不是说相声的。不，这些事他干的太多了。我最崩溃，我最受不了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得抑郁症了，我每天都要吃药，我睡不着觉，我心神不宁啊，我快被折磨死了。可就算是这样，他给我安排的工作从来没有断过。我知道有些东西为了我好，可我也是个人啊。我问你，你每天心神不宁，你每天跟自己作对的时候，你对你所有的工作都充满了不满，充满了怨恨。这种情况下你能坚持多久？我坚持了整整5年，整整5年啊！那你们就没试着沟通过？你以为我没试过吗？你太不了解徐可玉了，他就像个战士。如果你跟他前进的轨道是一样的，恭喜你，你可以走得很轻松。可一旦你跟他发生分歧，他真的会用他的各种手段逼疯你的。我如果真的不是恨他恨到极点了，我至于用这么恶劣、这么极致的方法告诉他，我真的累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不玩了。抓住你了！谁闹看这么多人呢？啊，哪有人嘛？你干嘛一整天不给我发微信啊？想死啊你啊！哪有一天就怪你来。你怎么闷闷不乐啊？没啊，没吗？没。是不是领导批评你了？啊？谁？你跟我说，我帮你揍他。哎呀，在这儿没人敢欺负我。我等一下还要工作，要不然你先自己玩一会儿，待会儿我忙完再过来找你。啊？好啊。那我先去了。嗨，小猴子。你太不了解徐可玉了。如果你跟他前进的轨道是一样的，恭喜你，你可以走得很轻松。可一旦你跟他发生分歧，他
真的会用他的各种手段逼疯你的。他跟你谁呀你？不是我的事情跟你有关系吗？咱俩熟吗？像他这样的小鲜肉，满大街一抓一大把，不至于为了他丧失理智吗？小鱼，大鱼没有？大鱼啊，跟扇子一样。爸爸，看那里有字。哦，那有字啊，是什么字啊？对不起。真棒。徐可一，徐可一，好了。啊，你说说你啊，貌似忠良啊，没想到骨子里也是个渣男。亲完嘴你就不认账了，装什么酷你？装什么装？不喜欢我就直说嘛。姐姐，我也是个要面子的人啊，甩给我见多了。干嘛？你还不服啊？谁说我不喜欢你了？在和你出现的时候说一声好吧，吓死人了。你不是说这样分开场合影响不好？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？我家。见父母啊？咱俩还没到那步吧？最后一班船，10分钟后出发。我还没答应你呢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啊？哎。怎么样？空气是不是比那边好？对啊，因为这儿的海水特别清澈，你看，都能看见。这里好像世外桃源啊！啊，怎么着？想住要不走啊？我们这个村子呢，有400多年历史。是吗？对啊，最早的时候只有10几户人家，家家户户都是靠打鱼为生。我太爷爷呢，带着我全家老少从南宁逃难过来，之后就再没有离开过。哦，那够原生态。别！说什么呀？打赌呢？打什么赌？赌我什么时候把你甩了呀 ？What？ 为什么是你甩我，说我甩你啊？他们看你穿的珠光宝气的，说我养不起你。我这叫珠光。
阿姨，你我姓许，叫许可依，我是浩浩女朋友。以后我嫁过来请多关照啊。这是送给你的见面礼啊。谢谢。请进。哇，你这小链真好看啊！当然好看啊！你看地上全是珊瑚，我自己捡的。行了，小伙子，你很有情趣嘛。哦，对你的认识又增加了一层。哎呀，请进。哦，复式啊，啊。老房子老结构。哎，你这可算豪宅啊。那必须啊！你随便看看啊。好。哦，有意思。你家这房子也有100年历史了吧？当然有啊。哎，这个穿开裆裤、胖乎乎的傻小子是谁啊？不是我。不是你是我呀？切，这戴眼镜的仙人是谁啊？是你爸吗？对，是我爸爸。哎，你爸长得好帅啊。哦，你妈也好看哎。那必须啊，要不然我能长这么帅吗？你看啊，这个是我奶奶，这是我妈妈。那今天他们怎么都不在家啊？他们走得早。啊？都走了？对。我从小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上大学的时候没学费，也是整个村子人给我借的钱。但我去年把所有欠的债全还清了。你爸爸妈妈会对你自豪的。自豪啥呀？穷光蛋一个！我去给你接杯水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还没你富裕呢。但你至少有自己热爱的事业啊。那是以前，我现在真挺后悔的。哎呀，早知道现在，当初就应该听我爸的做律师，说不定现在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。那你觉得赚多少钱才能自由啊？我不知道别人，反正像我这种人，赚多少钱也闲不下来，天生劳动力。那咱俩刚好相反。我呢，就算你给我再多的钱，我也不想太忙，每天日子慢慢悠悠的，挺好。那是因为你太年轻啊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你以后总会有孩子吧？你还得买房吧？你知道在一线城市要把一孩子养得上大学得花多少钱吗？一线城市我不知道，但是在这儿，我养得起。给你做饭去，想吃什么？你下海捞什么了，我就吃什么。行。别光吃面，吃点木耳。哎，嘿嘿，爸，哎，老袁头，你心可真大，都这时候还有心思去钓鱼。哎，儿子，留点肚子，一会儿爸给你炸鱼吃，啊。啊。咋了？咋了？你说咋了？昨晚给你发那么多信息，为什么不回我？哦。哦什么哦啊？你说呀。昨晚上吧，我心情有点不好，有些事情呢，没想太明白。现在呢？嗯。你说你是不是有病？
我以为你要跳楼呢。我跳什么楼啊？我吃饱了撑的。那你爬那么高，你知道我鼓足多大勇气我跟上去，我腿都抖。我就是想划水，我上去之后发现我没穿泳衣。啊，好好的为什么要划水啊？心情不好，寻找刺激，不行吗？行，你说什么都行。你干嘛要跟着我？我没跟着你，我就是缘分，我就偶遇你了。哎，坐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看见你和唐璇了。那个女人把我给喷晕了，不愧是律师，黑的都能说成白的。被他说完之后，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。他才是个废物，要不然我能跟他分手？你别听他，听他得气死。我干了件混蛋事儿，他挺崩溃的。分手前，我们有大半年都没见面。他当年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哎，海豚，你看，跳了，好。说实话嘛，我就是好奇。我保证，你跟我说了以后，我肯定不生气。你说的。当年，他为了成为律师所的合伙人，偷偷的把我们的孩子打掉了。就这？本来我们是要奉子成婚的。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都一直没想要孩子，你当初就已经想跟他要孩子了？你不是说不急的吗？我就想知道为什么，我到底比他差在哪儿了？为什么你不想跟我要孩子？首先，我们俩那次是意外；其次，我想要孩子，你跟我要吗？咱俩刚结婚那会儿，你正在创业，我整天在外边应酬，经常喝酒，能要吗？这些都是借口。那现在我想要了，你也不给我机会啊！我一动你就跟我急，有一回把那电视都差点砸了。咱俩多长时间没……哎，你老疏远我吧，我突然一碰你，我手都抖。你哼哼几句，我都脑溢血了，我都。这是后遗症，这都。你妈昨天跟我说了很多，我觉得挺有道理。她说什么？大概意思就说我不靠谱。我觉得她说轻了，我非但不靠谱，还有点自私，不像个爷们儿。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，确实我想的有点不大周全。你想干嘛？你等会儿啊，我妈是一个洗脑大师，她的话不能全信的，否则你要吃大亏的。他就问我怎么安排今后咱们的生活。其实，在这方面我还真没有细想过，因为我没那习惯。你看这些年我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到处飘着。哎，你就说这小子吧，当时我还真想因为他留在北京，结果他姥姥呢，信不过我，非要把他送到寄宿学校不可。结果全家投票一致通过，我反对无效。这的确不能怪我爸，我自己也想上寄宿学校。你确实是不想拖累他。也不叫拖累吧，我只是觉得，每次他一回家，就想起我妈，他难受我就更难受，省得给我添堵。等心里的伤疗好了再回来。所以啊，现在就成就了我这么一个流浪汉。啊，你妈问我，今后是不是我带着你一起去流浪？这一下子就把我给问懵了。你看你现在风华正茂，正是干事的好时候。我要耽误了你，以后剩下的全都是埋怨。果然你完全被他洗脑了，现在。哎，小丹，你先听我说完。今天我在钓鱼的时候，我心挺静的，我也想明白了，等过完年以后啊，我就回北京，
把过去的那些老关系我全都给捡回来。甭管以后我是卖什么啤酒设备啊，还是做直播营销啊，哎，我认识很多户外用品商，再加上我这几年积攒的粉丝，我赚钱不是简单事儿。你为了我，你要放弃现在的生活方式，不能太自私了，这样对大家都好，对你妈也是个交代。老严头，我爱的是雪里风眼中有风景的爷们儿，不是一个满脸堆笑到处求人的老业务员。那他总不能一辈子在风里飘着吧？为什么不能啊？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的生活？有多少人被现实生活束缚到窒息了，满脑子还是钱？我知道，很多人觉得我幼稚，巴不得我被生活撞到头破血流呢。他们自己在泥坑里打滚，就希望别人也那样。你对他们妥协，就输了。你本来自由自在的翱翔，为了我，你折断了翅膀。你有想过我会有多内疚吗？儿子，我是不是很蠢？哪方面？各个方面啊。这感情吧，本来好好的，被我给折腾成这样。我看你是被唐璇洗脑了吧？咱俩走到这一步呢，不是一个人的责任。我投资失败又不是你的错。可是我不是没有安慰你，也没有鼓励你吗？我就是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义务。那倒是，有的时候我确实心里挺不爽的啊。你能这么说，我还挺意外的。不过也没有人规定一个男人犯了错就一定要被原谅、被理解。男人长这个肩膀就是用来扛事儿的。那你做错了，必须要得到惩罚。像我妈那么心疼我，小时候我办错事儿，她不也抽我大耳刮子吗？那你跟唐璇就从来都没有冷战过啊？我们俩没搬到一起住，没有那个冷战的土壤。反正说到底呢，我对家里人确实关心的不够。哎呀，不用关心那么够，家里人的事儿啊，我就不希望你操心太多。你能把咱俩的事儿理清楚就挺好的了。归根结底，不是还说明我没用吗？我能有唐璇的一半本事，家里人也不用去找他了。不是你老跟一个外人较什么劲吗？反正我心里就是堵得慌，我把他们当家人，他们却都背着我去找唐璇。人家就顶多找他去看看合同，那不能叫背叛，对吧？你不能矫枉过正啊。你说找律师才能花几个钱啊？他们去找唐璇，本质上还是因为信任他。你说他们信任他，却不信任我，让我心里怎么想？那你是律师啊？那我是家人啊，我是儿媳妇啊。你知道这么做会伤害我，他们还是背着我偷偷去找他。你说他们要觉得自己做没错的话，他们干嘛要瞒着我呀？偷偷的，奶奶吧年纪大了，糊涂也就算了。你说连妈都这样做，我妈可一直把你当亲闺女啊。我一想到唐璇那笑嘻嘻的样子，跟你妈亲亲热热的，一口一个阿姨什么的，我现在心里我就脑袋嗡嗡响，烦躁。既然你俩都没什么话说，那我先说两句吧。鼓掌！鼓掌啊！我觉得你俩关注的点都不是重点。那你觉得什么才是重点？重点在于你俩是不是真心喜欢对方，真心想要在一起。恭喜你说的全都是废话。那不就
就得了吗？现在关键是我姐的感受，什么是幸福？回北京，过安稳的日子才算幸福。那只是她的一厢情愿。对了，既然这个判断是错误的，那我们回到源头。暖暖姐，你觉得真正的幸福是什么？你得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做判断，不能说客户想吃面条，你给人家上卤煮，人家能满意才怪呢。那你说，我怎么做才能让你跟你妈都满意啊？只要你能保持现状，我就很满意。但你妈不爽。你娶的是我姐，又不是他妈。对啊，她不爽还能打我啊？还是把我捆起来不让我见你？她要是真敢捆我，我就敢跟她断绝关系。别说那些没用的，婚姻都要得到家人的祝福，这样才不会留下遗憾。可是我为了得到家人的祝福，让我遗憾，那也不对吧？不是暖暖，你没有孩子，你不知道父母的心情。比如说你妈希望你得到幸福，能够得到安稳，她的出发点是没错的。可她要的那种幸福不是我要的，安稳，你觉得能当饭吃吗？反正你妈的顾虑吧，我特能理解。这样，咱们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我女儿，你等会儿，你别说这话。如果我有个女儿，现在跟了我这么样一个男人，我这个当爹的那种顾虑，我跟你说会让我的焦虑症爆发的。再说了，你妈所提出那个要求也并不过分，我有能力能够达到这种要求，何必跟她非要较劲呢？暖暖，不要因为咱俩的感情好就欺负人家哈。我欺负她？你说话之前能不能过点脑子啊？我大学都毕业了，她连啤酒都不让我多喝。我晚上超过10点没回家，她就夺命连环 call， 在哪跟谁在一起？不信给我发个视频。如果你真的是我女儿，我做的比你妈还会过分。想了想，你想让我保持着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，我也很理解。是啊，你看到处去漂泊，多么的自由，多么的舒服。但是这种生活状态，我并没有想要一直保持一辈子呀。再说了，我身边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呢，是吧？老爸，我早就断奶了。这个老话说得好，这人生啊，就像河流一样。说那个鸭绿萨普江，这上流水流平缓，啊，风景如画；中流，那就是湍急奔腾，这雷霆万钧；到了支流拉萨河的下游，水面如镜，两岸万亩良田。就说从源头到下游，处处都是风景。我们不能只为这个瀑布啊、激流去称颂。我怕你一回北京老。老，迟早的事儿。啊，上次你说代沟吧，不是问题。其实，它有时候真是个问题。你看，像对人生的态度啊，对世界的看法啊，有时候确实很难沟通。就说现在我满脑子转的全都是今后我们俩是如何去生活，而你呢，现在想的全都是怎么能够把这种恋爱的感觉无限期的延长。行，我可以积极的去配合你，但是到了最后，我们还是要面临同样的抉择，躲是躲不过去。你妈昨天跟我说了很多，我觉得挺有道理。我非但不靠谱，还有点自私，不像个爷们儿。你看你现在风华正茂，我要耽误了你，以后剩下的全都是埋怨。确实，我想的有点不大周全。婚姻都要得到家人的祝福，
这样才不会留下遗憾。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去见你家人呢。世上所有瞻前顾后、患得患失的爱情，都是耍自卑。说白了，就是不够爱。暖暖，我跟你说，这次你可得好好帮帮你妈了，把老严拉到咱们家里。这样吧，我跟我妈，你做个选择吧。啊？你跟我妈聊得来啊，也一见如故，对音乐、对人生啊，甚至对子女教育，连观点都一致，所以你俩挺合适的。姐，你不会是吃错药了吧？你知道我这辈子最烦哪句话吗？我这都是为你好。你跟我妈都爱说这个，谢谢不用了。不是我怎么说你才能够明白？对呀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代沟吧。严立伟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还想跟我在一起，就请你继续做你自己。我爱的就是那样的你。你要是觉得我妈说的对，那你找她去吧，你俩好吧。我以后管你叫妈，我给你送终。